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未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壓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，慢慢拼起。他跟我做戲，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歪曲結果，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全力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四乘八别跑！走，走啊！他们非礼我们，快救我们！报警！发生什么事？不好意思啊，是他们喝醉了，他们俩在房间里又抽烟又喝酒，把床单烧着了，有点警钟大响。没有，别警他的，他撒谎，通电话而已。别吵，跟我们走，走，走啊，走。笑死我了！喂，走开呀！哇！喂，你干什么关电视啊？我正在看呢。真是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下班就回来喽。回来了？你跟人去酒店了吧？你说什么啊？跟谁去酒店呢？跟谁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看见你跟一个像长毛贼一样的老色狼在一起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那个 Roger 啊，是我们一线牵的客人啊。今天我带他去酒店的西餐厅相亲呢。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怎么你们一线牵还帮客人买内衣裤的吗？哎呀，这些单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那天放在沙发上，现在什么证据都有了。我问你怎么抵赖？怎么了？那个人是金山老伯啊，几十年没回香港。那他叫我帮他买点东西，难道不帮他吗？这么好服务，是不是真的？喂，我们一线牵向来都是顾客至上啊。哎呀，这次幸好你捡到，要不然呢我就不能报销这笔钱了，真是。谢谢你啊。好，你说是一线牵的客人，他住在哪儿？喂，这是客人的私隐呢，不可以告诉你啊。Hi, Roger. Oh, that's okay. Yeah, you're welcome. Don't have to worry about. Okay, fine. Thank you. Good night. 哎，阿晴啊，你知不知道那个金山老伯 Roger 啊？他特地打电话来说，谢谢你帮他买了内衣裤了。哦，哎呀，这个 Roger 这么客气啊！哎呀，那弟弟，你听见了，信了吧？啊？哎呀，撒姨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阿郎嘛，不用怕，他去洗澡了。我刚才是不是很机灵啊？要不然阿郎还逼你口供呢。喂，撒姨呀，你全都知道了。那当然了，你刚才说话那么大声，我能听不见吗？要不然我怎么出来帮你解围呀？你呀，真是好滑头你！滑头？可不是啊！你快说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金山老伯了？金山老伯？是啊。你说金山老伯啊？是啊。哦，没有啊，认识没多久，我只是跟他喝了杯茶，吃顿饭而已。哇，认识没多久，跟他去酒店开房间呢！哇，你真是太豪放了，你神经病啊！我什么时候跟他去酒店开房了？我跟他去酒店西餐厅吃饭呢。那刚才你干嘛不跟阿朗说清楚？撒姨呀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弟弟那个人了，疑心那么重，我不想说多错多啊。那倒是。喂，其实那个金山老伯他怎么样啊？他会不会真的是很老啊？那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呢，不妨介绍给我也好啊，跟他喝杯茶，吃顿饭也好啊。
要不是你，我的结婚弄成这样；要不是你，我会跳不成舞，光着脚满街走，这么丢脸。凡事总有第一次的，你破坏我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什么事那么重要？赶着相亲啊？朗哥，你要跟人相亲啊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碰上你准没好事。我碰上你还坏我好事呢。 Madam 于 Sir， 哎，这是先场无好言，同时一场，大家一起吃个糖算了。谢谢。哼。哎，各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刚刚收到最新消息，因为我们 DIE 破了关德文那个连环凶杀案，所以电视台今天下午会来我们这个部门进行采访。哎，这次真是全靠于 Sir 的功劳啊！哪里啊？这个案子大家都有份，功劳不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哎呀，就快吃午饭了，费子，我想早走1个小时，我去做头发。费子，那我也回去换件衣服。哎，明白啊，速去速回。Yes sir。费 Sir 啊，电视台的人什么时候到啊？我为了做这个头连饭也没吃，现在肚子饿死了。对呀，电视台他们来采访，应该很准时才对呀。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还是打电话问清楚的好。喂，请问张监制在不在？啊不，我是 DIE 的费 Sir。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等。什么？哦，这样。哦，好了，拜拜。怎么样，费子？电视台的人出发没有？他们出发是出发了，不过不是来我们这里。那去哪儿了？刚才那个张监制说临时改了地方，他们去重案组做采访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案子是我们 DIE 破的嘛？可不是，真没天理，居然让人抢了风头。那人家重案组也做事了。啊，你男朋友是重案组的人，你当然这么说了。无所谓了，大家都是警察，采访谁都一样嘛。还是于 Sir 说的对。黄 Sir， 哎，怎么样？那你待会儿呢就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那些问题就行了，没问题吧？哈，没问题。我向来就很鼓励警民合作，那我一定的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有一说一。谢谢你啊，黄 Sir。你先看看稿吧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哦，谢谢啊，嘉俊。是。我们差不多了，你好了没有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不知道脸上可不可以。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试过化这么浓的妆。也不是很浓哦，不过好像化的不是很匀。什么？谢谢你。不用。好，我自己行了，谢谢啊。有没有搞错呀？访问几句嘛，就说人家情挑。幸好晶晶你深明大义啊，要不然呐，那你一定会生嘉俊气的哦。哎，这些杂志的封面标题是这个样子的，哪生得了那么多气？嘉俊，你做好了，有个这么漂亮的新闻之花访问你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怎么，你很想有美女访问吗？晶晶啊，拿卡拉 OK 的麦给你老爸过过瘾啊。好啊。唱 K 好啊，我唱今天不回家。晶晶啊，你不是介意八卦杂志写那些吧？我会不会这么幼稚啊？我替你不值。什么替我不知道？DIE 的那些人咯，全都帮着那个于子朗，说关德文那个案子是他破，不是你破的。不要紧，我不介意这些。不过说真的，那个于子朗也有点小聪明啊。我说他是靠运气，神经兮兮的。走着瞧，我就不信他的命这么好，每次都这么走运。喂，大家看看我这身打扮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穿成这样去哪儿？去应征。我收到信，明天去面试啊。应征什么工作？穿成这样？啊？应征不穿成这样，穿什么衣服啊？行不行啊？哎，每件都不行，那穿什么才行啊？其实应征呢，简单整齐就够了，因为人家看你的工作表现，不是看你穿的衣服漂不漂亮。所以我说呢，最重要的是可以突出自己的性格。啊，你说的很对啊，嘉俊哥什么时候说话都很有道理。有汤喝呀！哎，行，老爸多远都来，在你公司附近的公园是吧？哎，知道了，15分钟左右，到时候见，就这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暂停载客，小姐。
司机大哥，拜托你，我赶着去应征，去九龙城。哎呦，这么巧啊！哎，上路，走吧。谢谢。司机大哥，你能不能开快一点？我怕迟到啊。小姐呀，我也想啊，市区限速50，每个路口都有监视器，一中招就不见了几百块。老爸，你放心吧，那些毕业证书、履历表我已经收好了，没问题，我再打给你吧，拜拜。怎么没有啊？我明明昨天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了。糟了，肯定赶时间忘记拿了。司机大哥，麻烦你开回去，我要拿东西。回去？不行，我约了女儿喝汤啊，到时间了。喂，你现在就是拒载了。小姐呀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刚才是你求我，我看顺路才做你生意的。这样吧，你坐别的计程车。喂，现在这个时间哪有计程车？那我帮不了你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下车好了。不好意思，现在不行了，双黄线不能停车。喂，你刚才叫我下车，现在又不让我下车，你耍我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哎呦！佩佩，什么事？喂，你这个计程车司机怎么开车的？想撞死人啊！你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下车 ？KD 9968嘛，我记着你。喂，你不用这么凶吧，小妹妹。喂，佩佩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什么计程车？什么 KD 9968？喂，兰叔 ，KD 9968。上车，上车！那把你送到这儿算仁至义尽了啊，大不了不收你车钱，请你下车。哈，真好笑！你叫我下车就下车，我怎么也不会下的，除非你送我回去。你搞什么呀，小姐？看你这么斯文，别蛮不讲理啊！我就是不下车，你拿我怎么样？你，那小姐，我不跟你玩了，马上下车！我就不下车，怎么样？岂有此理！喂，开车的，你干什么骂我女儿？是吧？谁骂你女儿了，胖子？老爸，你怎么会来了？我要不来，他还不欺负你呀？喂，胖子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佩佩，你没事吧？这个不良司机，我叫他送我回去拿履历，他不肯；叫他让我下车也不让。现在是你不对啊！老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阿琴，你来的正好。那这个小姐啊，我说了暂停载客了，我看顺路呢就载她了，谁知道走到半路，她说要回去，我约了你嘛，那当然不行了。回去不行，那就是拒载。喂，你别冤枉我啊，胖子！是啊，怎么样？是吧？是吧？算了，一人少说一句，算了算了，老爸别说了，算了。警察，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警官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计程车司机不肯载我女儿回家，我现在要告他拒载。不是啊 ，Sir， 刚才我爸爸他说，暂停不做生意了。可是这个小妹妹呢，她说有急事，那我爸爸呢就想顺路载她，可是他说呢又要开回去，所以这还不是拒载？警官一定要把他。老爸，算了。算。现在你女儿说算了，你怎么样？那就算了，算你走运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一人少说一句，大家都是做生意嘛，心平气和多好。嗯，没什么事，开车走吧。唉，现在的女孩子真厉害啊！刚才让他们气得我一肚子火。老爸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今天呢给你炖了花旗参冬瓜排骨汤，正合适，去火的。老爸看见你呢，什么火都没了，好烫。什么？你不去应征？没带履历怎么去啊？还不如回家睡觉呢。哎，履历可以以后再补嘛，不要错失这个机会。拿好了，试试喽。邢小姐，麻烦你先坐下，填这张表格，一会儿会有人来给你做面试。谢谢。厕所出门口往左。你明明知道不会聘请我，干嘛还要耍我？对不起，我这个人做事向来公事公办。如果你对这次面试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可以走。好啊，先声明，
我高中毕业，学历不高，在这方面我没有工作经验。还有我的履历呢，是你那个开车的老爸不肯送我回去拿，才不能给你的。你那些资料可以后补，不是很重要的。邢小姐哈，请坐。那我今天见你呢，最主要是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。你知道我们一线牵是做婚姻介绍的，先跟你玩个游戏。那这里有3个男的，1个女的，如果让你负责，你会撮合哪一对呢？这个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正经，身边的女人没有10个也有8个了，摆明是玩女人。这个呢，他外国大学毕业，会计师，学历好，收入高，不用介绍也有很多女人送上门了。至于这个，哇，样子不行，也没学历，收入也不好，我看他要回乡下找老婆了。照你这么说，3个人都不用介绍了？那也不是啊，是一个一个给他们介绍女朋友。为什么？那你就可以多收几次钱吗？再说感情的事还是要看缘分了。哈，你还挺滑头的。游戏完了，我走了。这么快就想走了？难道等你拿扫把赶我才走啊？走呢，你始终是要走的。不过先填了这份入职表格。你肯聘请我？太好了。来，大家来，一人抽1个号码。费四儿干什么？合资买6合彩啊？有大奖金多宝啊！费四儿让我们抽，那就抽吧，我先抽。哎，6、2、3，我也抽1个。4、5，我也是6。哎，费四你是6，于四也是6，那怎么买6合彩？如果没猜错，费四儿不是让我们买6合彩啊。其实呢，我想用这个方法来决定我们下一个案子的档案号码。费四儿，你还是随便找个案子来查查，何必出这么多花招呢？哎，其实这样呢是心理上对案中那些死者公平一点啊。你也知道，每个案子都是我们查，不必弄得 brother happy his wife sad 啊，顺得哥情扫失意吗？失扫意啊！死者叫陈强，绰号猫屎强。15年前被人发现浮尸在他跟他二奶租住的一个私人楼宇单位，头部及身上有多处伤口，死因是被水果刀刺中心脏，流血过多施救致死。其实这类案子应该很容易找到凶手啊。根据记录，在凶案现场找到一个打烂的花瓶，经过化验呢，有陈强的血迹，相信呢就是疑凶用来打破陈强的头的。另外呢，有一块碎片呢，还有几个指纹，极有可能呢是疑凶留下来的。可惜这个疑凶以前呢就没有什么犯罪记录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指纹来追查这个疑凶的身份。这个猫屎强，他包二奶，肯定是情杀案呢。那我说呢，他老婆发现他包二奶，然后呢上门捉奸，一言不合打起来，杀了她老公。当年呢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由于死者身上有那么多伤痕，看来呢死者被杀之前应该跟人有过很激烈的打斗。不过呢，当时死者的老婆已经怀孕有了孩子，所以后来我们删除了这个可能性。既然不是死者的老婆，就一定是二奶了。看来很像。猫屎强死了之后，他二奶就人间蒸发不见了。我觉得那个二奶嫌疑最大。你们到底有没有看清楚这些资料？说在凶案现场隔壁有个老伯，曾经看见有一个神秘男子离开凶案现场。那也就是说，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这个人，也就是男人。Madam 说的很对，那个老伯呢，事后证实了他患有初期的老人痴呆症，所以他的口供呢也很成疑问。哈哈哈！原来有人没看清楚资料。其实这案子呢还有一个疑点，根据死者生前的朋友所说，死者生前很烂赌的，所以借了很多高利贷。喂，你说会不会那些高利贷追不到债，一气之下把他杀了？我也有可能啊。高利贷也要出本钱，杀了那个欠债的，岂不是连本钱也收不到？那些高利贷会不会这么笨呢？唉，就因为这样，连破案也是寥寥无期，一直没有新的线索。后来呢，我调到另一个警区了，就再没人跟进这个案子了，此案变成悬案，
也成为我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。哎，对了，费斯，你这拼图怎么拼出来的？当年我看没有什么线索，就只好再去找这个老人痴呆的老伯帮忙描述拼出这幅宜兄的拼图。哎，不过我看还是没有什么用。看看，哇，就这幅图，你说像小义哥也行，像小凤姐也行啊，哈。嘿，我说一看呢，真的有点像鱼子儿。啊，费斯尔，好，既然这案子对你来说这么有意义，我们就竭尽所能，不管多辛苦，也帮你破了这个案子为止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警官，这可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我哪还记得呀？喂，你真的不记得猫屎强那个二奶是什么人？我知道他外边有个女人，不过那个女人是什么身份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时候猫屎强很喜欢去夜总会，还有一个相好叫什么 Rose 啊 ，Rose， 你真记得她叫 Rose？ 是啊，不过她是不是猫屎强的二奶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两位老板，你们坐那。老板，哎，你坐那边啊。他们两个呢都叫 Rose， 两个都是18岁，而且都是青春可人。你们随便啊。哎，麦儿姐，我想你误会了，其实我们是想找15年前那个 Rose。哎呀，两位二色，别玩了，15年前我还没做这行。九叔是吧？等了你很久了。什么事啊，小姐？警察，我问你，这个人你不可能不认得吧？哦，猫屎强啊，死了10几年了。你认得他就行了。你以前是不是放高利贷给他？哦，我早就不放债了，10几年前的事哪还记得这么多？不记得？你放高利贷给人不写欠单的吗？说了10几年前的事了 ，Madam， 你也不会留到现在吧？他死了你记得？有没有借我钱给他不记得？你是不是耍我？不是啊 ，Madam， 借高利贷的呢，10个有9个不得好死。我只是猜猜，猜猜不犯法吧？不错，死者身上有多处创伤，头部也曾经受到重创。不过最终致命的是直插入心脏的最后一刀。最后一刀。根据资料显示，死者胸口虽然中了几刀，不过其他从上面插下去那几刀只是普通伤，之后从下面捅上去那一刀插得最深，割断了死者的冠状动脉，引致心脏大量出血，可以说是及时死亡。知不知道是什么凶器？以死者胸口的伤口尺寸来看，凶器应该不会太大，很有可能是水果刀之类的利器。也就是说，死者被从下面捅上去的那一刀直接杀死。根据电脑的记录，我查到猫屎强的老婆叫何丽金。那何丽金在猫屎强死了之后，去医院生了一个男孩。后来经过社工的帮忙，他们母子俩就住在公屋。不过环境始终也不是很好。我也想去联络他们，不过那些邻居说何丽金带他儿子去大陆治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知道大家为了这个案子呢都很努力了，不过这些资料呢跟我15年前查到的都是大同小异。不要紧的，也许命中注定我要带着这个遗憾一辈子也说不定。费斯尔，不要灰心，虽然牵涉的人物比较多，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查下去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Are you sure? Sure. 让我说呢，这个不做高利贷去麻将馆里做巡场的九叔可疑最大，我会继续盯着他。我觉得这个案子跟钱银没关系，我们应该查猫屎强身边的人。反正我觉得猫屎强的死跟钱银有关。我觉得跟猫屎强身边的人有关。我就不信每次都是你对啊！对啊，我很有自信的。好啊，看谁先破案。尽管查下去看看。反正要比了，那就赌一顿饭吧。好啊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是啊是啊，叛逆。晶晶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等了很久啊。才一会儿吧，我叫了一客晚餐，没问题吧？行，家俊，其实我有东西送给你，漂亮吗？哇，好漂亮，谢谢。家俊啊，那你怎么这样？男朋友送花给你，你也不欣赏一下？来，行了，那我拿回家呢，就插起来，看着它看到花谢为止 ，OK？
OK。我不是跟那个于子朗打赌，看谁先破案吗？我想你帮帮我。下了班也谈公事啊？你不想让我输给那个家伙吧？怎么，案子怎么样？哎，对不起啊。喂，是，怎么样？啊，真的？我马上就去。案子有新线索，我再给你电话，拜拜。喂，姐姐。嗨。嗨。怎么这么孤独，自己一个人呢？你女朋友失约吗？什么时候做我这行会推理啊？我哪会推理啊？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你的女朋友了。那好，先生，你刚才要的2人晚餐可以上了吗？我想，随时都可以上了，谢谢。你，反正你跟我都是一个人，我们一起吃就没那么尴尬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一顿你请的。你请我吃饭又送我回家，这哪好意思啊？不用客气，顺路嘛。我今天真的很开心。上次访问你要通过公共关系科，他们说这也不能说，那也不能说。不过今天就不同了，可以跟你畅所欲言，说什么都行。啊，这花送给你，如果你不介意我借花敬佛的话。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郑毅啊，猫史强老婆那边有什么进展？哦，他们母子2个还在乡下，还没回来。哼，不要紧，案子拖了15年了，那就再等几天吧。反正证据也不会走的。证据不会走，不过凶手呢会。我已经查清楚高利贷九叔的底。当年猫史强和他的朋友最喜欢向这个九叔借高利贷。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也就是说，这个九叔大有可能借过高利贷给猫史强，也极有可能猫史强跟他借钱不还，所以引起杀机。我说极有可能，你捉错门路，想错了才对呀。你瞎了你！这么匆忙，鬼鬼祟祟，一定有问题。小姐想吃什么？常餐还是午餐？常餐、午餐有什么分别？常餐多个蛋，午餐多超长。对了，谢谢啊。我这样抓人，还不让我抓到你？什么小麦等？这是什么？你说你早就不做高利贷了？别冤枉我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还想抵赖？走！这个女人可以作证。晶晶，妈，你们哪些声明啊？我没收高利贷啊，我刚才跟他借钱呢。你这么做犯法的，知不知道，老婆？那我们要去监狱看他。谁说我放高利贷了嘛？我收他年息不超过60%，怎么算犯法啊？就算这样，让人知道我妈做高利贷，我还能做警察吗？老妈，那个什么九叔在麻将馆看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。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连那姐姐让 ICC 请去喝咖啡的？听见没有？佩佩都明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啊？那我想呢？你想，你谈钱就是谈钱。哎，我说了，跟那个九叔是同乡嘛，他急需要用钱跟我借，那我看有利息好收，想赚顿饭钱嘛。赚，去牢房吃饭就赚了。哎，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借给别人？哎呀，准是平时私吞的菜钱。那不借都借了，是不是要看头啊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把钱借给别人就行了。不借就不借嘛。不过九叔的钱你要帮我追回来啊。那这一点你放心，九叔的钱一定追回来，但是利息1分钱也不可以收啊！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那5点半九龙城公园见。喂，不说了，拜拜。是谁啊？打错的。哎，对了，弟弟啊，我晚饭不回来吃了，不用等我啊。你要加班？是啊。那个客人呢要下了班才来一线牵，你知道了，会谈到很晚的。喂，不用等我了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慢慢走。
办九龙城公园，我听得很清楚。哎呀，又是买一送一出事，早知道就不喝它了，这么大杯。趁姐姐没下班，还是快点解决吧，免得待会儿跟着找厕所。哇，这么巧，厕所也会坏，真倒霉！想上趟厕所，还要坐电梯上几层。真这么倒霉？你说我啊？那就是不做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敢进来跟我坐同一部电梯呢。嘿嘿，是啊，我怕我的煤气传给你。那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看见你就没好事，真是。不是吧？连警钟也坏了？早不坏，晚不坏，偏偏这时候才坏。喂，有没有人啊？喂，我电梯坏了，有没有人？哎，原来于 Sir 你有幽闭恐惧症啊！有没有人？哎，幸好我心血来潮买了一大堆吃的，就算在这里过夜也不怕。喂，郑毅啊，听见没有？于 Sir， 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想让你帮我跟踪一个人，还要拍摄他跟谁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行，没问题。我的手机可以拍照的。哦，对了，只不过你让我跟踪谁啊？跟踪我姐姐。是啊，不错，跟踪我姐姐。你别管那么多了。我把我姐姐的照片和地址发给你，你马上坐车去目的地，最重要拍到她跟谁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是他。哎呀，电梯停这么久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今时今日还有这样的服务态度，真是。你这样真不知道什么态度，找人跟踪自己姐姐还偷拍。变态！哎呀，你不知道就别多嘴。我是不知道，不过我只知道有个人假公济私。哼，省口气，懒得跟你说。吃东西。喂，你能不能别在这里又吃又喝？你嫌我有吃有喝的，你没啊？太好吃了。哦，原来人有3急，难怪夹着腿呢。哎，先喝口汽水。你真的不喝啊？就剩1口了，你不喝我喝了。没有，喂，有没有人呐？吃饭火鸡啊，有没有人啊？啊，你有时候也蛮可爱的。尽管笑吧，你小心有报应。报应？我才不信有报应呢。嘿嘿嘿哈哈！啊，这了，终于有报应了。报你个头啊！嘿嘿，反正一死，那就大家同归于尽。够了，好了。是不是有人在电梯里啊？是快点帮我出去，很急，很急啊！你们听着，冷静一点啦，我们已经通知维修部了。
他们再过10几分钟左右就会有人来了，忍耐一下。什么？还有10几分钟？哎，你们的情况我们完全明白。我知道你们困在电梯里这么久，一定很渴了。那这样吧，我马上叫人来，给你们拿点水喝。幸好还来得及。老板娘，哎，请拿罐汽水喝啊。哦，你相信我。哎，我当然试过了，这东西很厉害啊，无色无味，大象闻了也死啊。反正你今天晚上呢，关上门，关上窗户，在不显眼的地方开一包，保证他一闻马上晕倒。老板娘，来罐啤酒。哦。是啊，到时候你就为所欲为了。说起来，我今天晚上也要来一包。最近很忙，我也很久没搞了。哇，说起来浑身痒呀。哎，不说了，玩电联吧。哎，老板娘啊，这电线没用了吧？没用了，你有用拿走吧。谢谢啊。咦，还蛮新的嘛，绑东西正合适。糟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于子的姐姐随时都会来，这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行，还是先抄下他的车牌，以防万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。是他？是不是想死啊？你活腻了你！喂，死淫贼！喂，你疯了？你干嘛无缘故的打我爸爸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对不起啊，伯父，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会是这样的，我还以为，反正不好意思。你也是的，听了一点就自以为是。我爸爸他是教技术，怎么用杀虫喷雾杀死车里的蟑螂啊？你就以为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做警察的？算了，张 Sir 他尽忠职守，他关心你才会弄成这样的。喂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怎么这么巧你在这儿？喂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直跟着我女儿。不是的，伯父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。其实呢，是于子他叫我来看看，到底于小姐约了什么人，他还叫我偷拍那个人。想不到，原来是伯父。哎呀，爸，难道弟弟知道我们私下见面？我看就不像，他要知道还不马上过来掐死我？那倒是啊。对了，张 Sir 啊，我弟弟对我爸的成见很深，所以今天这件事呢，你一定不能告诉他。你放心吧，于小姐，为了你跟伯父，我一定会保守这个秘密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于子跟伯父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让他们和好如初的。对了，你们肚子饿不饿？我去买几串鱼蛋吃吧。等我一下。哼，阿钱啊，我觉得这人傻的挺可爱的。这种傻男人呐，面临绝种啊！如果你看中了，不要放过。喂，你看你那个，真是我姐姐一线千里的客人啊。于 Sir， 你放心吧，我可以很肯定，他约的只不过是客人，不是去见其他人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放心。有没有照片？Sorry，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我电话没电了，什么也拍不到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亲眼看见他只不过是在公干，什么也没做过。于 Sir， 什么事？你不信我？我不是不信你。不过看你的眼睛在不停地眨，你眼睛没事吧？可能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可能风太大，沙子进了眼睛。对了，于 Sir， 好像认识你这么久，都没听你提过你父亲。哼，那个坏蛋有什么好说的？要说还不如说你老爸呢。其实我老爸呢也是个警察，不过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殉职了。Sorry， 我不知道 ，Sorry。不要紧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老爸呢真是工作狂啊，他呢可以24小时不睡觉去查案，可以10几天不回家。不过呢，
我没怪过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伸张正义，不管错与对，也是我爸爸嘛，我不可以责怪他的。哼，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，老爸也可以分很多种。你老爸是好人，你会敬重他、尊重他。我那个，简直是超级宇宙无底黑洞里的大坏蛋。玉四儿，你是不是跟你老爸有点误会啊？绝对不会。所有发生过的事，全都在我的脑袋里，铲也铲不掉。十件八件，随便跟你说一件，我9岁生日。那个坏蛋无情无义无信用，他说出去买个生日蛋糕回来给我庆祝。我妈妈、我姐姐跟我就在家里边傻呆呆等了一晚，连饭也没做。谁知道一直等到11点多，那个坏蛋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两手空空的回来。原来那坏蛋去找他那些猪朋狗友去表现他那种所谓的义气，把1个月的工资都给了那些猪朋狗友，说要江湖救急。最后没买生日蛋糕回来。谁知道那个坏蛋还说：“嘿，小孩子少吃1个半个蛋糕无所谓的。”我妈妈马上就火了：“大妈，你这混蛋，你只顾着你的猪朋狗友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呀？”我这么大了，第一次看到妈妈这么生气，这么伤心。那个坏蛋说的那些话，对一个小孩子的心灵来说，是有多么大的打击。哼！所以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。喂，美人，什么事？好啊，谢谢。什么事？美人说，猫史强的老婆跟儿子刚从乡下回来。哎，于子，是这件。哎呦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是警察，请问你是不是何丽金女士？是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是为了15年前你丈夫陈强被杀一案而来的，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能进去吗？能啊能。妈，他们是什么人了？他们是警察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是你。天空千個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事事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發生，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劍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拼起，他跟哪個做戲？落雨起，太悲劇。